50多年前，在越南康达这个小镇，曾经被战火所吞没。那一年，飞机在天空盘旋，炮火在山谷之间回响，许多人永远留在了那一天。那些人们或许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一位骑车的旅人会遇见当年幸存的老兵，把那段封存在记忆里的故事，用影像再度呈现给世人们。接续上集，我已经骑了半个越南，这即将迎来终点河内。嗨，大家好，我是唐旅人，一名深入世界各地探索的冒险者。如果要跟着我一起去冒险，那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上一集的最后，我决定选择最难的山恶路线。等一下先去看一下镇上的样子。这个小镇跟越南其他小镇看起来很不一样。你看这边的城市造景还有街道，很不像东南亚，也像欧洲。你看这些树和公园，越南很酷诶，从乡镇到乡镇之间风格都差很多。离开小镇的道路也是这样子。也像欧洲 ，OK，Let's go。等我离开这个小镇，应该就会进到最漂亮的路段了。哇，给你们看越南的小山丘们长什么样子，都是这样一块一块的。现在路况开始变得不好了，地上有超多坑洞。刚刚你们看那个风景那个地方，上面有一层云层，我感觉我们现在高度在往上啊，等一下应该就会行驶到那个云层里面。我的镜片上面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湿湿的了，没有下雨都会起雾这样。你觉得我去摸那牛会怎样吗？会，他会踢我吗？不，牛，你摸一下吧。好吧，他们看起来有点紧张。好吧，算了，摸不到。果然开始下雨了。好啦，换完雨装了。哇，看起来这边也是刚摊过。哇，感觉都被埋起来了。这里肯定才刚崩塌过，你看我后面，土全部淹到路上了。现在雨停了，我要召唤出大景之神，好不好？来点大景吧！天哪，可怕可怕可怕！哇，前面这老哥把他车干冒烟了。他还笑得出来，那应该没事了。这个引擎过热还是刹车过热，等一下就是直接去下面溪谷洗澡了。这美军当初该不会是跟越南在这种地方打仗吧？听说这些越南人在丛林里面神出鬼没，钻地道，美军能打得赢有鬼啊！骑了4个小时，终于到了，随便找了一个住宿。那老板娘非常热情，会讲英文，太好了。他就跟我讲一个坏消息，我要去惠安的路上，也就是下一个去的大城镇，那边路坏了。所以呢，我可能要在这边多待个1-2天。但也还好啦，这边的城镇其实蛮发达的，都很安全，这个是好事，只是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而已。刚刚老板娘问我饿不饿，然后他就直接送来一碗这个面啊，现在看到什么都觉得好吃，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感恩。在休息的期间，查了一下有关这个小镇的资料。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里是越战其中一场出名战役的古战场。我心中想着，如果幸运的话，我是不是能找到当年越战的老兵？止不住的好奇心让我上街挨家挨户的去寻找。就在不断的被拒绝后，事情开始迎来了转机。这户人家的2个老哥似乎知道些什么，透过翻译以及比手画脚，我正一步步踏入历史，回到过去。Okay, I go with you. I go. 靠！好像他知道哪里有人可以问哎，真的假的啊？他们非常热心在帮我找这些人。我靠，去哪里啊？现在是第2户人家了。经过多方的交涉以及沟通，他真的被我找到了。我靠！我真的请到当年真正的。一时太紧張，話都說不好了。以下訪談翻譯斟酌史實潤事，歷史影片盡可能忠於原況。Năm 68 tên là đánh ở đây. Đó là ngày 12 tháng 5, bắt đầu là sư đoàn 2 đánh ở đây Mỹ ở Công Đức đây á. Hồi đánh đây chỉ huy đánh này, coi như là làm bí thư huyện chỉ huy. Ông á làm nhiệm vụ là lo phi dân, du kích
Cái hợp giữa huyện á và dân á là để đánh cái cùng một Cẩm Đức đó. Thì trước khi đánh á là bộ đội mình với huyện á sát gần một tháng á, trên sát xem là quần nó bao nhiêu, ở chỗ nào, đầu sát hết. Dạ rồi. Những cái chuẩn bị cho trận đánh, rồi bắt đầu đánh á, đêm mùng 9 đánh ở Ngọc Tàu Bắc trước, đánh xong đó như thế thì bắt đầu là đi đánh thắng luôn cái đêm hôm đó. Ngày hôm sau á như thế nó tiếp viện, Cẩm Đức này lên quân lên, như thế rồi mình cũng giết luôn cho đánh viện nè. Chắc là bộ đội mình á khi mà nó nhảy dù xuống á, bộ đội địa phương với là dân quân du kích đánh bắt cái chốt trước đó, đánh trước đó, bắt đầu dùng cái lồi pháo lửa mà nhỏ nhỏ đó đánh súng Cẩm Đức, nó dùng B-52 mà đêm 21 đánh. Bắt đầu là ngày 12 á, buổi sáng ngày sáng 12 á, địch nó hoang mang rồi, dao động rồi. Coi như là trong lúc đó bộ đội mình bắt đầu đánh bộ, bắt đầu đánh công luồng sân bay, mà thành công xung quanh đây á, thì sân bay là hằng đi dưới đất không được, không có đường đi, xung quanh mình bao vây hết rồi, thế là dùng máy bay bay đi, bay về, giải thoát bằng máy bay. Trong khi đó là mình dùng pháo đánh rơi nó, đánh 3-4 chiếc trên máy bay, vậy rồi mình đánh rơi máy bay đi xuống dưới đất mình tiêu diệt, chỉ có ông bay lên. 虽然我们有着语言的隔阂，但我总感觉他很开心地诉说这些故事，把我当作他的孙子一般。而我所能做的，就是流传这些故事，让人们永远记得。这就是老兵所说的那个山头，你可以想象他当年在那个上面指挥他的部队下来进攻这个城镇吧，就在那个地方。随着地图、史料以及当地人的帮助，我也找到了当年战况最激烈的场地——机场跑道。现在只剩下开阔的长形平地。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当年的飞机跑道，当年美军应该就是从那里开始被进攻，就是南方的哨站。当天5月12号，他们的第一架运输机 C-130那被击毁了，他们在山头猛烈的炮火攻击下被撤退。对于这位老兵愿意分享他的故事，我非常的感恩。很可惜当年没有问我阿公更多有关战争的故事，今天也算是了了小小的心愿了。现在让我们再一次穿越时空，回到1000多年前的美山圣地。这里曾经是占婆王国的宗教圣地，用来祭祀印度教的神明湿婆。他经过战争的洗礼、丛林的吞噬，却仍然屹立到今天，让人们看见被留下的古文明。现在让我用独特的视角，带你们快速穿越整个美山圣地。我们神像的头好像都不见了，应该是都被掠夺走了。这边发现一个好像比较完整一点的。这个是 Linga 还有 Yoni， 在印度教寺庙中很常见，代表男性和女性的力量。而在印度教中，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更好奇。I have one question for every Indian. Can I drink a Ganga? No. Hey, I want to drink the water. I can drink? Okay. 昨天已经从山上安全的抵达平地了，但今天又有新的挑战——台风啊！今天老板娘在民宿出发前，她就跟我说了一句 “strong wind”。前一阵子中越淹大水，小孩子们已经放了11天假了，然后今天下午也放假，看来这些天灾不能小看啊，还是要小心。今天好像会经过一个著名的景点海云关，听说那里的景色不错。我靠，现在雾超级浓，它起超慢哇！你看前面的，我只能依靠着我右边的白线跟黄线前进而已，因为车子都开很慢啊，风也超大，几乎要看不见前面的路了。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现在雨都是横着飘，雨越来越大了，都是雾气啊，只能勉强看到远方的景色。
歌唱一唱，太开心了！我们抵达顺化啦，这里就是米线的发源地啊。现在我去找一家有名的来吃。顺化牛肉米线啊，理解一下，这就是这个的发源地啊。现在马上来吃一个。有虾酱的味道，这跟其他地方的河粉吃起来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微微不同。来喝一口它的汤，牛骨熬成的汤，不错，好吃。这个也很符合台湾人的胃口。来吃一片这个，这个牛的味道好重啊！刚发生一件事情，我把这锅以为是炸猪油的东西，全部加到汤里，加完以后，店员冲过来说是辣的，完了，我的顺化米线完了。还好，酱到位，很香，有点辣。哇，要进入皇城了，是西南门，有中文哎。他们这边学生都是可以骑车的，看起来超怪的，一堆学生从学校里面出来，全部骑着摩托车。你看，街上全是学生。我很好奇，为什么街上看起来这么脏，都泥巴、泥土还有垃圾？问了一下老板娘，应该是跟前几天洪水有关系。洪水到很高哎，给你们看一下，这里是地板。他刚刚说洪水到这个位置，刚刚随便找了一家吃的，然后发现这个东西很特别，它就是用猪肉包着香茅，然后再用米纸裹着蔬菜，全部一起吃下去。但我刚刚还不知道里面那个什么，我就直接给它爆咬一口，就是香茅。那后来问店员，那不能吃的香茅猪肉串。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先把这个香茅拿出来，但是我不想再咬着吃了。那个肉很好吃，那个肉单吃也可以，包这个也很好吃。我蔬菜比较清爽，我还点了另外一个，好像叫煎蛋饼。里面那个肉不错，外面皮有点油，但口感很好，很脆，有豆芽，吃起来有点像润饼。刚好像吃错了，好像要沾那个花生酱才是正确的吃法。来试一次。这个很配，外面的皮是口感，花生酱是点缀，肉是主角，还有蔬菜可以中和一下油腻，比较清爽。我们现在从顺化皇城出发，今天天气看起来不错。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狂风骤雨，现在风雨没有，雨也没有，非常好，非常好。Let's go。到了今天落脚的区域了，其实这个入口看起来很赞诶，在两个山中间，不知道是不是从那边进去。这边应该是一个国家公园，所以这个名字我也不太会念。通拿 K 榜。大家换上了轻装，我要去这个国家公园最有名的一个天堂洞探险一下。这地方就算下雨还是很漂亮，在远方那个丘陵在云雾里面，应该全部都是石灰岩地。我靠，这个是可以骑摩托车的，哎，真的哎，他们有写不能骑哎。这边视野整个开阔了，这山谷里面一直吹来凉风啊，凉意一阵阵袭来，不知道等下洞穴里面会不会很冷。终于到达入口了。我怎么觉得我把一个一般的景点玩得超哈扣啊？雨超大哎！哇塞，这不是一个很惬意的行程吗？经过15分钟的爬坡，终于到了洞穴的入口。哎，这里面洞穴是有凉风吹上来的，感觉有开冷气。然后进去看看，这里大到像一个舞台，感觉随时会有剧团会在这里上演。天堂洞是越南最长的干洞，全长超过31公里，
而最棒的精华都在前面1-2公里，而且都是好走的木栈道，可以轻松惬意地享受洞穴的景观。这里的规划很完整，步道都很好走，灯光感觉都有设计过，就可以呈现这些钟乳石的样貌。我觉得很像走进一个纯天然的博物馆，而且里面你也不会感觉到压迫，逛起来也很舒服。我才逛前面一点点就已经觉得值回票价了，这些地方超赞，一定要来。这个洞穴的特色是它的内部空间超大，你可以看到各种石笋、石柱恣意的生长，形态多样奇特，有白色、黑色、黄色，甚至还有这种石灰岩阶梯，流水在上面闪闪发光，难以想象这是自然形成的景观。还有这种生长不同方向的石柱，它在某一年倒下，而石柱继续生长，才造成这样方向不同的样子。它像炸开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地方就是洞穴的结尾了。听说他们还有另外一种行程是进去洞穴里面探险。我们现在才进来1公里而已。这个洞穴总长好像有40几公里。有一天我也要去这种地方玩。最后，我再带你们用飞行的方式穿越整个洞穴，来作为他谢幕前最后的表演。刚刚发生一件事啊，我的运动相机掉了啊，琪琪不见了啊！这个越南之旅成本高昂啊，摔了无人机，现在又掉了运动相机。Oh my god！ 再买！早上已经骑了快4个小时，但因为今天的城镇偏无聊，那不然骑2倍距离好了。我现在决定下午再骑4个小时，应该傍晚的时候会抵达。骑了8个小时，现在终于到宁平了。这个城市是在山边，所以这边有一个特产山羊肉。哒啦，我今天点了一个炒的，这个配饭应该很好吃。但是你知道吗？我刚点了一个饭，想说35K，就是以他们的物价来说，有点贵。就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这是怎么样啊？这也太大了吧！饿爆，开吃，来立刻尝一下一块山羊。好吃，可是我吃不出有什么特别。当然，它炒的方式应该有加柠檬叶，他们的柠檬草，我知道柠檬的味道，然后9层塔。跟大部分热炒吃起来不一样，只是肉好像吃不出什么特别。今天天气看起来还可以，要出发去找越南最代表性的东西啊，梯田。虽然说现在季节已经过了，但是我选了一个最南边的梯田，它有可能还没收成，稻田还是绿的，过去赌一把。刚才说天气不错，马上就开始下大雨。雨季来越南，你就是得学会跟大雨共存，不要去忤逆它，顺着它来。兄弟们，发生车祸了，我们速度很慢，所以没什么事啦。我的车子其实也都还好，现在正在打电话给车行处理，看有什么情况。这个人他没什么护具，有点受伤。对，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先等车行处理吧。人就从那边出来，他一直在往后看，好像看车子。我要闪避他吧，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往左边，所以我们在左边相撞。现场有一个小哥，好像会讲点中文，他现在在帮忙我跟当地的越南人还有车行沟通一下。他的车好像坏了，我的车好像远光灯是好的，但是近光灯好像不亮了，怕引擎出了问题啊。刚刚发动感觉都没什么问题，还好护具都有穿，什么事都没有。Hello。没关系。感恩。再见。我走了。好，谢谢你们。Welcome to Vietnam。Yeah。我这个也是学一次经验啦，还好在乡镇里面，我的速度都很慢。刚撞到的时候，2个人都是慢慢的倒下来。当然那个小哥可能比较惨一点了，然后整个摔到草丛里面有些挂彩。对，但人基本上都没事啦，人没事最重要。而且雨也停了，我们继续去找梯田。梯田是我对越南的想象，它是少数民族们世代累积的结晶，也是与土地共存的智慧。这次来到补良，就是为了寻找它的踪迹。我现在已经抵达了普隆保护区了，现在还飘着雨，但是这边的景色已经很棒了。你看远方的那些梯田，才没来多久，
我已经领略到梯田有多陡了。我在村落里倒车后完全爬不起来，顺着村民的指示，我终于找到了梯田。尽管现在不是收成期，无法见证它最美的样貌，这里给你的气氛是任何人都能享受这边的土地。你看那个彩虹桥，就像在梯田的中间。这些少数民族世代与土地相依，沿着山坡，他们建立起村庄，播种、收割、祭祀，都与土地息息相关。夏天的翠绿，秋天的金黄。尽管那些景色不属于我，现在眼前的梯田就是只属于我的梯田。就像旅行中的其他事物一样，每一次的遭遇与经历都是你的独家记忆。也许只是一顿晚饭，一次高歌，甚至是来自陌生人的表演。哪怕是糟糕的天气、错过的美景，甚至是各种意外，都将成为你曾经走过的证明。公路旅行的终点，我来到越南的首都河内。傍晚时刻，我找了一个好位置，在铁道旁坐下，像其他观光客一样，等待火车从旁擦身而过。这趟2500公里的公路之旅，随着火车的鸣笛声驶向终点。当我以为能非常诗意地离开越南，鸟事总会在我最不需要的时候发生。比如非法滞留，除了罚款，我甚至还缴了台币6000的加速费。你懂得，我得把钱偷偷放到他资料夹的那一种。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辽国签证跟越南签证好不容易就快搞好了，怎么现在要给我整这个？刚骑一骑，我的链子掉了，我操！啊，我好像把它修好了。这就是我最终的里程数了。陪我征战从胡志明一路到河内的机车了，拜拜。下一集，我将搭乘24小时的过夜巴士前往辽国，品尝当地美食，感受佛教的虔诚，与僧人们在山里面玩耍，甚至接受大象的友好互动。请记得继续跟我一起冒险，感受辽国的文化以及野性之美。